嘿，你们好哦！今天的题目是告白哦，我们来看一下告白的讯息哦。那这是今天的3张牌，我用混合式的猫咪动物灵的牌混合起来哈。你要感受一下其中的丰盛感跟一个互动的连接性来做选牌就好了哈。如果你要看久一点，记得按下暂停。那选好了，我们就不啰嗦，直接开始了。好，那我们从选择1号牌的朋友开始哈。今天的题目是告白啊，今天的题目是告白。那我们来看一下哈。好，我先不从动物牌，还是应该从动物牌？还是要，因为我觉得这个灵感现在真的都比较多是来自于这里。那先把这个里的，还是一样5张哈。已经翻了，怎么讲？我没有要翻说啊，那翻了就翻了哈。来，他如果要翻，我就从这里开始哈，因为我很少会从这一个位置开始，因为它比较像是我中途的答案呐。那他现在先讲的话，那就表示他有些东西要先定义起来，然后那就把它定义起来算了。是关于是两边。现在他这边说你跟他的距离哈，现在我认为在附近因为他这张的那一个个体独立却挟持住，好像在搭一座桥哈，好像在搭一座过马路的天桥，然后两边的结构、材料、材质各方面都要非常一致相同，才能把那个桥搭稳嘛。虽然你们脚踩的立足点不同，可是所要产生的那个平衡有出来。可是这个平衡搭上去之后，那个桥是没有通的，它是一个安静的，现在还没有开放通往的。所以这边只能看到说你们两个的距离现在应该算很近，只是中间处在一个停滞状态，没有沟通，没有往前。在他的角度我会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说，他找不到方法，或是他觉得现在的关系是最好的，他有想过要告白往前，可是好像没有另外一个力量把他往前推，他有一点点不知道告白之后要做什么，告白之后能为你做什么，他能为你带来什么，他是什么，你是什么，你们的关系是什么？现在卡在这一个状态了。可是以这张牌来说，它底下的那一个冷静、安静是非常纯净的，因为它后面隐藏着是某一片汪洋的水能量在那里，所以他必须要先。他知道他中间跟你有一个隔阂，他看得到后面的海洋，可是他不太知道他如何伸手去突破这个隔阂，伸手去把这个帘子打开，伸手去推开那一扇门。他现在这个伸手的动作跟动机，他还没有找到，不是没有，他还没有找到，他还在想说那是什么。因为当他一推开往前，他就该走进去，他就该去为你做什么，他就要跟你的连接有一个非常具体的状态了。它需要有这个那这里既然已经翻开，我把它往下翻开好了。我翻后面的一些结构的东西我现在画面拉比较近，然后让你们能够对图片有比较多的感受力所以它有些牌会出去，没关系。我觉得我要讲的牌，我把它拉进来就好了来，5张我直接看你们之间现在应该有不错的共同朋友，不错的也不能说共同朋友啦，我觉得你们差不多在同一个群组里啦，没有离很远啦。因为他背题毕竟都要告白或什么吧，关系都还不错，所以他在你附近的朋友圈里，他不是一个陌生人，或他不是一个工作以外偶尔会看到的，没有，他就在这个圈圈里面然后有一个很特别的东西你跟他的，应该说从你这里看他的角度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如果以现在很流行的话，他可能就是我们所频繁定义的 E 人可是我觉得他会比较偏向EN
ENFJ，太细，再见吧。反正他是一个比较外向的，可是他又是一个比较直觉洞悉人比较清晰的。好，然后他对很多事情都会有他的意见，有他的想法，然后很确定他自己的价值观。好，然后有一点点正义感。好，他是在你眼睛内是这样，然后你还觉得让他带来的很多的活力感跟丰沛的，他不是一个安静无声没什么活力，他是一个非常有活力的人。你会觉得大家都很愿意跟他讲话，好像大家也很愿意找他帮忙。然后他个性还不错，其实有求必应。尤其朋友方面，他很乐于分享，对其他人的感受敏感力也不错。他是这样子人，在你眼前是这样。其实以现在在你不知道他可能要告白的这个角度来看他的话，你会蛮喜欢这个人做朋友的。以现在这个关系为基础，你们两个人的话，我觉得即便没有进入到告白，各方面朋友的关系这些都还算不错，已经都还算不错了。只是你看到这后面3个都腻的我先把这个讲完哈。只是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好到你不知道如何去评断他，你也没有你们的距离有到你也没办法给他的生活有意见，你对他没有，你不会对他的做人处事有意见，或是交流，或是指导，或是给意见，没有，表示你们的关系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哦。好，那所以在他的角度，他也觉得他跟你没有好到那个程度，只是都是一个表象的印象中是这样子的人。其实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两个人内心的东西没有聊过，你们没有交换过秘密，没有聊过天，就算连网络上的讯息聊天也没有那么深入，都是一些表面的暗赞啊、放脸啊、好笑啊，然后这些的东西没有很深层的东西。所以这一个状态，就像我刚刚一开始讲那个搭桥协力的状态，已经一直封锁在那里。我跟你说，你们的状态就是在他的角度，他觉得只有这个桥，但是一直没有通。他知道跟你的关系有可以往前的，可是一直找不到方法，没有找到往前走的路径啦。以我大致上来说，我觉得他现在处在一个无所适从好一阵子了，然后也习惯了，然后就在那里。好，那这里有一个缺陷，我必须要说有一个缺陷。他如果再没有动作，再没有往前，再没有浮出来的话，他再不浮出来的话，你们的关系其实在接下来的某一些阶段会往下坠，会淡掉，会坠掉，会有点分开，会分开一阵子哈。然后两个人的讯息的交流跟互相联动，或是一起出去的这个能量各方面都会往下坠哦，都会开始慢慢的降低啊哈。所以近期这段时间，他要去跟你表达，或是他在亲近你是比较好的机会哦。等一下哈。但是你也束手无策啊，你也没办法做出任何的影响他的行动了。我觉得，在你的视野里你看他是迷雾，他看你不是所以我帮你再看一下哈。近期确实是会掉下来一点，然后大概到下一个秋天左右那个疏离感会再加强一些。你们会开始有一点点，他会开始有一点点觉得你的生活跟他的关系有点太远，有点会觉得没关系了，没有关系了。但是我觉得这一个能量只是开头。它这个开头是最低谷，大概就夏末秋初那时候是最低谷这样。所以现在就像我这边说的，你们关系的远离疏离会一直坠到大概到夏末秋初的时候会是最低谷，然后它就要往上冲了。它一路往上走到大概牡羊双鱼生日的那一个附近，好，然后那时候就会有一个比较好的契机点，比较好的转换啦。好，它应该是这样。所以上升的很慢，慢到感受不到你们有慢慢的接近了哈。但我总觉得这里应该有特别的一个讯号在这里，而且可能是冷的天快进来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很特别的讯息。
看看有没有，有一个新的能量、新的活力、新的介入值，应该是从它内在油然而生出来的一个更强的能量推进它，好加速。就你当中间会有一个加速了，有一个催油加速的一个时间，所以大概我觉得照这个节奏来说，冬天上来，差不多开始冬天上来的时候，他内心的那个急迫感跟想要再更靠近的感觉，应该会再往上推，然后一路一直这样冲到，一路这样子往上走到，我觉得就早一点就水瓶双鱼生日的那一段时间，就会有一些表示了啦。我觉得应该有一些表示了，跟一些靠近了啦，哈，因为好像有一个饱和状态，不得不做些什么。好，来，没关系，后面还有。先看一些比较那个，这张啊，真出我意料之外。他说我是先把它框在我讲的这一段时辰6、7、8个月这一段时辰。他说这段有某种，我不确定是你还是他，有某种改变，是一种向上的，有点类似蜕变，但也没有那么强烈的改变，就是会感受到自己的不同，然后，但我不确定是你还是他，可是中间有这一个东西，这个东西的重要性在于你们的连结、驱动跟推力，是推他还推你？推你变好，然后触发他更想对你有新的一步跟表达，还是他自己变好，所以推着他产生了更好的自信，跟比较没那么无所适从。好，我看看这两边走谁。你走你，都有。我跟你说，可能都有，然后可是故事不同。你的话，你可能接下来这7、8个月可能会生活上会有一个新的挑战，是你自己要的，是你自己分析的。你会去学习一个新的东西，去加入一个新的东西，跟你现在的生活来说是一个多出来的一个更多、更不一样的支线，在接下来的时候会出现。然后它还呼应了这里的一种类似蜕变的小型的往上升的加分的改变。你这边是你自己所选择的一个新的挑战跟什么这样子。好，你也可以把它当成是新旅程，但是我觉得规模最小，可能就是一个小旅行，让你心灵有所改变。但我觉得旅行所带来心理改变的强度不够，应该还有别的。好，那他那边的话就是，他现在的东西，他变得比较专注，然后找到方法，然后有所进步。这样，两边的故事不太一样哈。他的比较像是还在现状，你的是会挑战出一个新的。所以看来这里从一个宏观的角度再看你们两个关系接下来的发展，就是看来现在这一个桥没有通，主要是因为还没审核过。桥做好了，还没有鉴定完，还没有审核过，可以通往。它这个审核比较像是稳不稳，两个能量好不好，两边的柱子稳不稳都还没审核完。换过来就是你们可能还有经过一个小转换、小升级之后，我觉得你们两个的能量比较同频及比较同级啦。他现在的状态还是觉得他比较弱而已，比较下面一点。好，比较下面一点。好，这里差不多可以。好，来，然后，我不知道这章讲的
范围有多远因为这张有说有某一个很特别的你们关系上的契机的改变，只是当我翻开的时候，它很像一个声音，你就想说有一个人开车很急速的从你旁边，你站在路边，然后他很急速的从你旁边快速的穿越过去，这样，可是他必须对你喊一个讯息。可是因为他的行走速度太快了，所以你听到讯息听得不清不楚的，大约听得上一点点。他喊什么？他说有一个特别的契机要来了，可是他就瞬间就跑掉了。那是有听到还是没听到？还是不重要？还是太重要了不能让你知道？不知道，这边就是有这个状况。那以我这边我会觉得说应该有那个契机，可是那个契机不在我们掌握之内，而且它有点远，它有一点点要被注意到才能抓到那个契机点，然后你们的关系可能应该会有一个新的，虽然他这张上面写说新契机，可是在我审核这张牌下面更多，我觉得它比较像是通两个世界的交叠通往，室内室外一个门还没打开这样。那现在的状况比较像是门在，但是不知道该用哪一把钥匙，所以你们两个有很近，但是隔着一个玻璃窗，他要进入有钥匙，不知道是哪一把，有门但没有办法进入。他现在的状况是讲跟我们前面讲的差不多但是这里的优点是有那个门，有那个钥匙。就是时间问题，慢慢的开就会开到了啦。但是以现在状况就是说什么，它拖时间了所以才会说它要到秋天夏末秋初才开始有一些变化。所以因为我们这个是无时间限制的那如果你看这张牌是夏末秋初这一段时间的话，那就可能要再等一下，因为它上升的就是慢，不然它这个就是讲过去，它已经拖了一段时间了，你终于到了这个位置了。那有时候它这时间面限制说，如果你已经在了他讲的时间里面的话，你可以就姑且把我们讲的这个把它当成是它的过去，你已经走到了那个位置了。不要太在意它这个影片出来的那个时间，因为它如果它抓的就是某一个时间区块这一段好。反正不是，好。这边说了一个讯息，说没有很难啦，没有很难啦，你们的相遇个案没有很难啦，就最简易，就是时间还没到，但你们距离也没很远。其实在这张牌没有提示你们会有这边的下坠，关系变比较疏离，其实你感觉不到的，那就只是一个你自己也有事情，他也有事情，所以要用一个疏离这样。那这些没关系，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好，有牵引住，没有阻碍没有什么特别的坏事，阻碍线。好，这个牌出在这里我必须坦白说，这张牌完全相似，完全不同于我这里看到的所有的逻辑。他这张牌说了一个现在的现状。他说：“现在其实是非常好的机会，让他靠近你，表达对于你的喜欢，跟想要保护你、照顾你，跟你更靠近，加入你的生活的这个意念，现在是很好的时间点。”那这样子说的时候，我们就要跳回去看这里说那一个。门有在，但打不开。如果今天这牌是他看的话，我会跟他讲说，
现在时间点是好的，可是没有手段，没有方法，这是两回事。就像今天日子是好的，今天天气是好的，很适合去海边，可是没有车子，租不到车，你当然也能去，天气都好，但怎么去？没有方法，没有同伴，约不到人。你懂？他现在是在这一个状况里面。好，我翻一个翻一下。基于这个啦，我翻，好。我问他说，现在这个状况有没有难以预测的转机？让现在这个最好的时间点可实现。也就是说，照我们刚刚说的，就是会不会突然就有车了？会不会突然就有方法可以去了？这样，等我一下哈，不好意思。从这3张牌，我只看到了一个远。现在这个状况能让他立刻去跟你告白、跟靠近、跟说明白他的感觉的好的事情、好的能量，现在其实离他还蛮远的，是有。而且是在他意想不到的一个范围里，不是在他视野里的。如果要讲很复杂、很深，就变成是说，他最近可能要去认识新的人，然后里面有一些人会帮助他，有些人会发现他的心情，然后理解他，然后会给他一些建议柜，很不错的建言，然后他就会推动他立刻去跟你讲，然后可能会告诉他，现在时间也不多了，现在也还不错，为什么不现在就行动，不用等到后面什么的？他身边应该会有一些好能量，是能够推进他现在就立刻靠近你，然后告诉你的一些东西，而且是很扎实的、很实在的。但是他有一个缺陷，就是他的风险性比较高，因为他会在他没有把握的时间点就靠近你，告诉你这样子。那一个能量是好的，是好心的，是慈悲的，是推进他的。可是这一个好的能量对他来讲是陌生的，所以他能不能信任他，能不能接受他是有风险的。就算听取了，他也不一定会往前。可是那个好能量在这里的定义上是好的，可以推动他。所以我说远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能量对他来讲跟他的世界上是远的，他等于是不小心的靠近了那一个我说的新的范围的人事物，然后推进他，他得到了一个新的启发，决定，就是不要想太多，我现在就去跟这个人告白，告诉他说我喜欢你，这样子会有这样子的推理。可是他远，他不在他附近，他现在也不知道要去哪里找，除非他近期这1-2个月特别想要去认识新朋友，才有可能会接近这个奇迹。但是我没有看到他那个动能啊，因为从前面这些动能，我觉得他处在一个比较低。他现在我刚刚你说他在往下坠，在往下跌，因为他现在的心态比较多的是，我最近比较不想跟大家一起出去，我现在比较想要自我，现在比较自己的安静这些。他现在状态比较像这个，他现在比较喜欢自己一个人，他现在比较喜欢自己去思索自己的，所以跟这里来说是背道而驰，所以他才会有一个远的感觉嘛。这3张牌都是好牌，再告诉他说，那一个可以推动他现在的那个奇迹能量都是好的、扎实的、稳定的，可是他不好触摸到。所以大方向来说，我觉得。要做出某种特别的状况的大改变，我觉得情况是低的，所以这也难怪这一个契机点、机会点，介于2个世界的这个玻璃窗，
的门为何不好打开？也就是因为就没有容易，没有在旁边随处可得。好，所以这样看下来，就要再等一下，等后面的发展了哈。那后面发展是比较安稳的、安静的、内在的品质的提升之后，自然而然就会再回来靠近了。这样哦。好，那我觉得他会比较，他会在生活里面用比较平淡简易的方式告诉你他喜欢你，他不会一个很明确的告白说我喜欢你，跟我在一起好吗？我觉得他不太会用这个方法，因为接下来的他会突然比现在这个状况再稳定下来，整个情绪各方面都在稳定下来。因为这个数字有讲到他有一个他的责任感、责任心跟某种对他人的照应、照顾的能力变强了，所以他整个人是稳下来、安静下来的。所以我觉得未来他跟你告白的方式，应该比较像是说，他对你做了比较多的照顾的动作、表达的动作，你会发现他有在这个人有慢慢的对你示好，慢慢的靠近你。他的方法应该是这个。好，这2张也是了哈。现状还是不好，因为还是有一些东西没有很干净，没有剔除掉，有一些杂质这样哈。所以这边是不支持他现在就被推，直接冲一波，现在不太支持哈。那这张说现在以他的视野来说，他还没有看清楚自己哈，先不要冲那一波，再等一下。好啦。我觉得这组就差不多是这样哈，时间上就这样。那这个告白的人其实离现在有点再等一下他但是他确实就在你附近了。然后你现在感受他的能量算，我觉得很淡而且就算现在你有猜到是谁，可是现在他所释放出来的讯息比较像是说，可能没那么喜欢了。或是他说喜欢别人了，是这种方向的感，他现在释出的。可是其实你要回来，我刚刚讲，他现在只是现在比较喜欢自己。他在一个先要专注在自己，因为他好像心境上各方面杂了、吵了，他有一点点需要安静一下他有意识到这件事情。好了，那1号牌就这些那我们再期待一下吧。好，谢谢你来听哦，那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2号牌的牌内容来，一样还是一样，动物牌先动物牌，把整个基底拿出来了别担心，它只是是用动物的生育的方式翻开底下塔罗的讯息了那我自己有帮它设定好新的网路来，只是用这个神谕卡来做一个触发来，我看一下，5个。好，卡片出去没关系然后牌卡出去没关系要讲的我会把它拉进来讲。来，我这里，一样，确定讲这张好了。你们之间，今天告白题目来说的话，他应该，我想因为我不确定他现在有一个不错的点，是对方现在要抓到的那一个告白的机会点、时间点、空间什么的，有在，可是因为他在这个位置有在，可是他好像没抓到，或是现在不知道怎么抓到那个好的时间。举例，他知道你要去哪里，他知道你跟谁有约会、有见面、朋友这些的约会他也知道我那个活动，但他那天去不了，他也没办法转换。然后那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靠近你，或是跟你说他喜欢你的状况。目前是这样，可是那个机会点很弱，能量很弱，他抓不太住这里有看到某种挣扎跟
世界切割掉的讯息又跑出来。主要是因为这个位置它的讯号是坠落的啦，急速坠落的，被吸走了，很像漩涡在最后加足马力把最后的水吸掉的那一个瞬间，这样，在他的眼里，在他的视野里，这个契机点正在从他手上溜掉。所以，因为我在担心，那接下来有吗？他现在怎么办？这样没关系，我帮他翻他的现况好了。看他现在做了什么，或有想做什么，各方面他的现况，他要靠近你。其实在这里看得出来，他其实近期很想跟你说啦。先到这里哈。想说没办法说，他觉得你离他很遥远，然后中间还有很多的朋友，很多的杂音，他不好，他很少跟你有独处的机会，好。然后没有人帮他，他现在是只能靠自己。然后他已经花很长时间，慢慢的靠近你了然后好不容易靠近了，现在又要错过一个很不错的靠近你的机会其实他现在算束手无措了可是他没有放弃，他还在等待下一次的机会。所以最近的一次你跟你的朋友出去的机会的时候，他本来应该要出现的，然后要做一些表达，那可能是首次要对你做一些表达，让你知道他喜欢你。可是他要绕路了，他要走别的路，下一次。这次没办法我们来看一下，我尽量避免讲季节我讲大概一个时间的跳动的起伏状态我会把它拉大一点。你可能他这一次错过之后，下一次比较好的机会可能要在2-3个月之后的接下来的在3个月中间，应该会有一个新的比较好的契机点啦。其实也不是说那个时候会有一个什么事件，而是那个时候的能量比较好，他感受的比较好，还有他自己的心内在结构上面，我觉得他会变得比现在再好一些啦。他可能就不会被这些事情所拘泥，他一定要依赖什么事情，依赖什么，他可以自己单刀直入的冲到你面前，不需要其他人，他可以突破。你附近有很多的人，很多嘈杂的声音，很多的转变，他现在太担忧了。其实他这份担忧来自于他对你的不够了解，他甚至对于你的旁边的朋友，他也不够熟悉。所以对他来讲，你的圈子跟你的世界对他来讲是新的圈子、新的朋友圈，不是他原本的朋友圈，不是他熟悉的。所以这一个人他不是你附近你已经很熟的朋友，他是可能刚认识没多久，刚出现在你范围里的一个新的朋友的状态，因为他对你这附近很多能量都不熟悉，他甚至对于你的朋友各方面也以他的角度视为某种阻碍，他会害怕其他人对你的朋友各方面这边的对他的某种评价，他现在还因为不够了解，他不知道会有什么这样。那你说他对自己本质上的状态好吗？他其实蛮相信自己的，他觉得自己是稳定的，能可以给予爱情好的东西的，因为他的稳定能量很强然后他跟随他的好都是不易发现的，他身上有些东西，他比较在乎他想追求的东西。可是他在这一路上，他追求很多事情，慢慢的奠定他是一个有好实力的好本质的人。他其实不太在意，他都是处在一种我很满足自己，然后我也为自己做了很多事情，然后已经好到我觉得自己有点觉得无聊了，这个世界只有我自己一个人也没关系的一种感觉。所以他其实各在内在品质都还不错。
可是，在你这边的时候，他其实我觉得他对于你这边所散发出来的某种能量是陌生的，可能你的类型各方面对他来讲是很遥远的，他不是很熟悉这样。所以目前以你的视野来说，他应该不是一个你很熟悉的人，但是他是一个刚出现新的人这样哈，所以他必须要找到很多机会再慢慢的靠近你。所以最近其实有，但他没有办法出现了。小可惜，小可惜，不然他可能会在某种一知半解的心境下，就跟你表达出他喜欢你，因为他现在比较多的冲劲往前冲。哦，嗯哼，嗯，这张两个面向，第一，他现在所看到的你，他以为的你跟真正的你是有差距的。哦，他还需要再更靠近你，更多一点，了解他自己喜欢你什么这样。哦，那我觉得就是相处频率不够多啦。哦，然后慢慢的要到比较后面，他才会比较明白，他看到你之后，所有的对你的喜欢，到底是喜欢什么点？以现在来说，这边说他现在还算是不够清晰，他只抓得到一点皮毛，他只喜欢你一些表面的东西。其实你内在还有更多更吸引他的东西，他还没挖掘。但是这张牌有一个反面是，你也是，他有你喜欢的东西，他有你喜欢的东西。你还差得远才知道，你离你知道的那个状况还很远，你会知道状况还很远。这里好像在暗示你们应该要认识，可是目前没有很顺利的桥梁了我先把一些核心定位看一下。就是看一下你们有多强的力道，需要认识。因为今天这组今天这个题目是告白，所以它不是已经设定好是一定要往后面走的，它只是一个告白的状况会出现哦。是不是会是？好，我看到一个讯息。你们有自己的故事线要走，你们有自己的故事线要走，你们有自己的小说要书写然后呢，这边说了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是你内心有某种自己个人世界所感受到的新的智慧、感情、感觉、内心话、阴暗面，在自己房间里面会对自己说话的那个角度的自己，深层的自己、隐藏的自己，他能理解。在这一层，你们可以做交换，可是它是比较中间开始的，后面才有。他的意思是说，要走到那里才有能够交换的，可是前面似乎没有那么顺你们两个人认识跟能够有对话谈心的前面这个路没有这么顺所以我觉得他的观察是对的。你附近有很多其他人，你附近有很多杂的，他的直觉是对的，他没有那么容易能够直接走到你面前跟你说他喜欢你或什么的，好像这一个碰撞不够柔和，不够好。他的直觉好像很对，从这边看得出来，他需要慢慢的走近，会有适合的事件跟情境跟遇见你的状况，慢慢的把他往你身边推进。目前他的直觉是对的，他知道有这个东西在走。那这一个，我就不得不说，这一个最近的
是他直觉上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但他没办法去。我认为他要突破，他要出现，因为从这里的流程看得出来，这一个靠近是很重要的某种你们关系的开端。好，不然再照这2个时间再等下去，我觉得距离太远，会拉得太远。好，最近这2、3个月，他应该要出现在你面前一次，至少要出现，要跟你对到话比较好。整个能量的契机点，我觉得比较像是往我这边看起来，我觉得因为这章会讲的比较里面啦，我觉得那一个你们的故事线的第1章还没翻开哈，我觉得再不赶快翻开这本书，快被遗忘了哈。以能量的讯息来说，这个趋势啦，因为也不是说会被遗忘，我觉得要这样子，他就要再等到以现在来说的2、3个月之后，才会再重新思考要不要翻开这个篇章。我觉得有点晚，因为从这里看得出来，某些人，好了，看一下哈，我这4个数字，我是在问说，现在这个时机点如果错过的话，如何？这边说是，那就只能等待一个重新的、全新的局面开始。坦白说，就是说，如果他现在这2、3个月里面出现在你面前，再更靠近你的话，那原本要书写的那一本书，那个篇章就会打开。这里说的，如果没有，那这边所带来的一个崩盘跟重新再来的状况来说的话，这原本所剩下的篇章就是要重写，要再来了。所以他原本写的篇章比较像是说，从他出现在你面前认识你，知道你这个人，已经是在那一个篇章、那个书本里面写了。只是现在要再翻开新的篇章，就是再更靠近你、更理解你这里。可是因为现在看起来这个时机点，可能他会错过，他没有办法，他必须要再突破，他再要往前，他必须要找到办法再进来。如果他没有的话，那这一个前面就有点功亏一篑，要再重新来，大概2、3个月之后再重新再来。为什么重新来？因为你在这边看得出来，你要遗忘他了。因为他之前出现的各方面好像没有留下很强的记忆，这个篇章已经才刚开始写，要重来，时机就要错过。但所以这个时机点我觉得还蛮好的，因为这里给的数字可能是我看的数字里面最差的几组数字啦。那这个差的不好的数字里面有带来某种转换啦，打掉重练啦，所以。在他的意念上，我必须在这边意念传达给他。我试着丢，看他会不会接到。在他梦中，我没有想到，他无论如何都要去。在最近的，他知道哪里可以见到你那个活动，大家约会或者大家去海边啊，各种啦他要出现，排除万难的要出现。我终于想到那个字了，排除万难的要出现，比这样好。因为这章后面的某种。新视野、新天地、新乐园的能量很强啦。它即便在这里是一个很弱的能量，可是它那个呐喊的声音还是很明亮的。所以有点叫他不要放弃最近的一个好机会去靠近你，这样你当然不知道是什么，我只能告诉你说，他如果最近会出现的话，他应该会有比较明确的示好，就这2、3个月之中。好啦。果然是，这里也说现在能量很好，最好赶快用身体去显化他想要的事情。哇，很有趣。等一下，你自己看图案。好，图示上发生什么？慢。可是这个慢不是说现况慢，现在慢说你再慢就没有了，
好，这是图示上，可是它的内在不是这么说的。哦，内在说的有一个东西叫远，内在说的一个是比较远，那一个说内心的富足感还不够哦。这里啦，他现在，我觉得不能讲他现在，我现在讲你们两个，哦，其实有蛮不错的风能量正在准备要吹一次，刮一次，把你们两个推进一次，然后那一瞬间会有蛮不错的恋爱心情、爱情能量有出来，你会有，他也有，但是不是对他，而是你现在那一阵风一吹的时候，心态上就会有很不错的饱满的爱情能量出来，就很像。对了，反正就很像爱神呐、或者是春神吹的那一个风这样。呃，只是要抓住，要抓住。好，所以我觉得很可惜，这组牌为什么给你看很多要告诉他的话哦，但是会翻开这样，只是在告诉你说，我们这里所能做的就是跟宇宙下订单啦，跟宇宙加强我们的意识啦。可能想到就是说，拜托，让他莽撞的冲来告白吧，让他不要想太多，就先出现再说吧，试看看。虽然没有说你一定会接受他哦，你一定会喜欢哦，但是如果我们的意识有说强一点，让他说出来吧，先告白看看，先试看看，先表达看看，至少表达看看，这个意思我们把它丢出去，try，不要想太多。那他近期可能会在这些好的、好能量很多、很好的、这里很好的状况下，也可能会在很好的时间点，可能会在你非常饱满的希望接受一份爱情，什么都好，只要感受到幸福感，我都愿意接受的这个状态，很饱满的状态的时候，它刚好出现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个不错的开端。最近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但也还好。最近如果这2、3月没有，那就夏末秋初的时候，新的一个节奏就会出来了。那这个书本篇章就重写也 OK， 没关系。那我们就再看后面是什么，因为这个没有写太多啦。好，那后面那个新的篇章在这里来说，它就真的是需要一艘渡轮所到达的2个彼岸的距离，跟新的篇章、新的城市、新的再重新书写这样。那中间这段期间，你其实会渐渐的遗忘他是谁，会陌生掉。他必须要赶快再靠近。好，那其实这个人在我这边看起来，你心里有某些需要人听到、听懂、听进去的话语跟心思，他接得到，但你现在还不知道你心中的那些话语是什么。他出来的时候，他会引发你知道你心里有这些东西。在某些角度，其实我是从这边看到的啦，这2张看到的，在这2张的角度看到的是，它比较像是你某种心灵上的贵人的出现。可是，在他的角度，他没有感觉到这件事。他在他的角度，最多的直觉只有我只能慢慢靠近。好，我想靠近，但我只能慢慢靠近。现在很多的概念上是这样啦，所以要再等一下。好，这期比较有趣啦。好，好，我觉得这里好，我看一下。
好，我讲了这么多，看一下2张恶魔牌怎么看这件事哈。就看现在他要把握最近出现在里面这个契机点，恶魔牌怎么想了。我谨慎一点翻了，哎，这个一直在卡我。好，还有一张，哦，这张真少出现。都是好少出现的。好啦，这2张说，其实不用太急于最近这个好运气，因为你们2个之间的能量各方面其实也在节节的上升中，在变好中。虽然都是0.0001的慢慢的变好中，但是也在变好中。好，2张牌其实都讲差不多的东西哦。只是一个在讲说，这个天梯正在一步一步的慢慢爬，只是这个阶梯的数量有点多。这里说，那这边说每一步都在调和你们2个之间的能量，有越来越好。现在的遇见，也许能量各方面都是外在能量推它，让整个情况变好。可是未来的能量是他自己本质上跟你之间的协调。能量的结合协调度越来越好的遇见，其实都不错，只是好的能量哪里来是有差异的。那从这里看得出来，再从这里看得出来，你们的遇见，无论有没有变成恋人，其实你心灵上的某种成长、加分跟理解、进步，有某一块需要它出现，你才能够挖掘，你才知道，才会有点这样被叫醒哦。所以我看这组牌有比较多的特别的感觉是，爱情似乎在你们这份关系可能只是个开场而已，哦，慢慢的会有更可贵的东西出现。好，那就这样2号牌哈。那我们再等一下，最近看看最近这个能量有没有上去啦，有没有上去，看到有没有突破万难，有机会，我们等看看哈。好，那就先这样哈。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哈。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好，接下来我们来看选择第3号牌的朋友哈。好，3号牌，好，来，3号牌就比较特别哦。我就先不从东文里来看，我直接从5张哦，整个能量结构先来看，看什么？看你们2个现在的整个内在能量的结构关系，顺便看一下你们的近跟远这些的哈。好，我直接翻哈。哦，先把它拉开到这里。好，先看这些，我等一下再翻一些细。远，我只会讲比较直接哈，不会远。你们现在装的比较远哈。认不认识啊？我看一下什么意思。这里有一些契机说，其实是你们是认识的，可是你们的关系本来就没有非常熟，然后现在以生活状态来说是远的，你们只有一些朋友的聚会的时候会出现，会遇到，他对你的各种方面都还是一无所知，他对你其实产生一个好奇，所以他是以一个对你来说蛮陌生人的状态里面在暗恋你的状态，可是他内心有一些小小的企图心、火焰、野心、渴望，想要直接从跟你告白、试着跟你交往开始，他有点想要跨越认不认识你、理不理解你这些，他蛮想顺从着盲目的自己去告白，来去进行这整个关系的开端。好，他不太在意被拒绝，他的直觉上认为他不能让你跟他这么遥远，他要把这个距离赶快拉近，因为他似乎有感觉到你跟他的关系本来就没有很近啦，都有一些隔阂，可能朋友圈也不太一样，他可能最近才刚认识你，从朋友的一些聚会才这样知道你，可能应该是有跟你讲的话，跟你已经有一些初步的认识，他必须要赶快把握好最近的这个机会。可是在他附近，在你附近环绕的很多能量来说，其实你
对他的感觉心啊各方面的都产生一个很高度的陌生感跟距离感都很重啦。他现在唯一跟你人比较多靠近的是，他必须要去参加很多的聚会，去问他的朋友说你会不会出现或什么的，去试着去跟他朋友出去的时候才会遇到你这样。但他在他的视野里，他应该已经有蛮不错的把握，要去哪里比较能够遇到你。可能在网络上或什么你的账号或是你的朋友的照片，他知道你跟他哪些人是共同朋友，他去哪里去，他就可以比较容易遇到你。他必须要去建立跟你的距离了。现在来说，他现在对你真的是非常不了解，无论是远的近的，都有很长的路要去挖掘你是谁。好，这个东西还蛮多的。那中间有没有搭桥的介绍的人？什么早就已经搭起来了，把他带去你面前认识你的人，这个早就已经出现了，所以创造了这一个状况。好，那我看一下，我再翻3个东西哈。好，我跟你说，目前哦，你跟他有共同的朋友，共同的朋友圈，他才刚进来，更是有共同的朋友。然后，他如果现在比较多的莽撞，比较多的突袭啊、往前冲刺，冲一波，告诉你跟个，其实他现在是能够创造出比较好的关系的，你也愿意试看看。所以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来，他本质上所带来的一些初步界面、初期的条件各方面感觉都还不错，能量上各种条件各方面都还不错。因为这边看得到，所以说他人的视野看他，或者从你的视野回看他的各种能量，都是一种比较微笑的方式，有爱的、接受的、能调和的、接受、开朗的、开阔的，这样没有什么太多的阻碍在你们两个人的关系里面啦。哦，现在就差的是你们的了解远哦。认识远，心境远，就是都还没有很接近，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初期的状态。他这一组他还真的蛮像是刚认识你就想跟你说，我们试着交往看看，来了解彼此这样。他会把交往、了解彼此这段时间拉得比较长，才后面才会比较确定关系。其实他也想要确定自己能不能确定关系哦，他不是为了想要确定关系，然后交往只是一个流程，他不是哦，他也希望给自己机会，也给你机会，这样给你就有点坏啦。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状态，大家互相认识，看是做朋友呢，还是最后可以恋人状态。可是以他这里初步的那个能量方向来说，他其实第一时间是用想要跟你交往、成为恋人的角度去接近你的、靠近你的，因为他内在应该有一个，这边其实没有说，但是我觉得应该有一些我们还没有翻到的牌有类似你这个我直接翻，因为我觉得这个讯息很特别，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心中想的有类似什么，类似。我翻2张看有没有就好了，有没有我想的那个就好了。没有我想的那一个讯息，就是对你有产生高度的好奇心的这一个东西，跟你跟他很不一样，所以他对你产生高度的好奇心。这个东西这边没有说，但是出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他一看到你就有某种向往恋爱、的一个心思，在他心里有浮现出来，好像他本来没有那么渴望跟期待这一个状况跟心情跑出来的时候，在你出现的时候就跑出来，所以他很难错过跟忽视啦齁。所以，但是我跟你说，他这个心思出来的瞬间，他觉得困难重重，因为从他的视野里，的确证明了他对你的陌生跟遥远，其实不是因为你们不认识他陌生遥远，而是他的初步观察，他发现你是他蛮不熟悉的那种类别的人哈。我直接把这里讯息还蛮大概一个赶快把它翻出来。哦，
然后好啦，他有顺着他的直觉，然后这个直觉有搭配恶魔牌给的建议，就是无法快，必须要慢慢来，他没办法照进，所以他也没办法，他很想冲一波，在他完全不了解的就告白，可是这里说要，其实恶魔牌说不适合。这里有点难解释。这张牌恶魔牌说不适合冲一波哈，这个就结论。这里说可以冲一波，要跳脱所有的拘束去冲一波，所以这两张牌是背道而驰的。那这两张牌是想法不同，那就表示说他可以冲一波，因为毕竟这是保守跟激进的想法。但我照这里的能量来说，我觉得他可以冲一波，所以我觉得在你的角度，觉得他有可能，你可能啦，有蛮大的机会在近期。有可能有一个才刚认识的人，他就有表达非常明确的喜欢，然后你也会在还不是很了解他的状况底下，就有发现这个人在慢慢的靠近你。但是他能量不错，因为他各方面，我觉得他附近环绕的这三张牌在讲推他靠近你的能量，三张牌都是属在一种好能量，所以在他附近的人看他的视野来说，是认可他这一个人的存在的好能量，才有那么多的帮助跟帮忙哦。这次跨度都很高哈，就是以现在来说，大概一个月快到2个月中间的时候，他应该会有一个很慢慢的靠近，然后要跟你慢慢的熟悉。他应该会，你可能最近会认识一个比较新的朋友，他慢慢的靠近，你慢慢的熟悉，他大概会持续的3-4个月之后，才会有决定要去做什么更主动的事，或是接下如果啦。他真的冲一波这么冲动的话，我觉得在2-3个月内，他就会对你表达一些他对你的喜欢啦。然后接下来3-4个月，他就会慢慢的靠近你，跟你关系会变得比较好，互相认识这样。但是我必须说，这里不保证你会觉得很好哦，因为我没有看到和谐、配好、吻合的讯息，这边都还没有出来。我都没有看到这些，我这边都只看到外力的资源这一件事情，他们想促成这件事情，而你们的认识跟朋友关系各方面都是其他的东西在协力，你们两个之间能量的协力的状态，我这边都还没有看到哦，都是外，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你可以把它当成是认识一个新朋友的一个过程，无论他是想要。只是先跟你交往，再确立关系，这些都无所谓。你可以先以一种先交朋友的状态来先看这一件事情，因为这个和谐度，通常我不用刻意翻，它就会出来。可是这边都没有提到。那基于这点，我们直接翻。好，翻3张。3张3个角度看和谐的状况，灵魂的和谐状况，现实世界的状况，价值概念上的和谐状况。来，你们的灵魂的状况你们认识的不够深，好，你们要认识的够深之后，对彼此有一个更深的了解之后，灵魂才会互相看到彼此。所以你们初期外在所表现出来的条件、各方面样子、包装出来的这些，都不是你们真正契合的样子。你们真正契合的东西是灵魂的交谈跟交流。那个要打破外在、突破外在的表象之后，内在才会接近到灵魂的交流。所以这是有一个小困难的。要花一点时间到内在交谈，那这个内在灵魂交谈有包括什么？喜怒哀乐、脆弱、刚硬、坚持、韧性的这个东西比较多面的都有接触到，说才会立体，才会真实起来。不太像是只谈快乐的事情，或是只谈悲伤的事情，或是只谈某一小块的事情。这个灵魂的看见才会完整，没有，它这个难度比较高，所以他这里在说，真的打动你们的东西有，可是实际上在里面，而且被设立在灵魂的
角度的互相契合跟认识之后，才会真正的打动，不然其他都只是外在的适合相处还不错，这样内在的东西要花一点时间打动。但这里我必须说，不代表这个内在灵魂的契合跟打动了之后，你们才会开始交往。他可能是交往之后或确定关系之后，才会发现原来直觉上想跟这个人交往的那个直觉，是因为我们发现了内在灵魂后面未来我们是能够互相真正的理解。他这里没有一个实现性，他不是说一定这是个关卡才会在一起，没有。这边只说你们内在有灵魂可以互相打动的东西，还要再深层的挖掘到才可以。好，来，你们，我用最简化的方式来说，你们的生活是可以互相搭配的，是契合的，是可以的。哦，你们生命的活力、生活的方式、对未来的展望、喜欢去的旅游、兴趣各方面，其实在这章来说是协调的，是协调的。好，在这里哈。是什么？哦。好，你们如果啦，因为这章讲的比较远，你们如果后面真的交往，进入确定关系交往成都 OK， 或是他追求你，或是他对你示好，这里说你们的眼睛跟视野、价值观对世界的是能够看到彼此价值的人。为何这样说？因为有些人、有些情况你的努力有些人看不太到。就像你可能在某一个公司上班，你的努力，即便你只是一点点的努力，或是很大的努力，在这个公司上面大家都看不到，老板看不到，上司看不到，主管看不到，不知道为什么，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这张牌在说，他的眼睛，你的眼睛，你们是看得到彼此辛劳内在努力的那一点点。起心动念、小努力、渴望什么，你们都能够看到。所以其实啊，从这3张牌看得出来，其实你们是蛮合的人呢。身心灵3种都有，精神面看得到彼此的苦痛，灵魂方面看得到最内在的那个品质，而生活还搭得起来。你们生活的节奏各方面还搭得起来。所以我们探讨在更深层的，其实你们是适合在一起的人，只是以现在来说，你们卡在一个完全的不熟悉。好，你们还需要更多的频率的交流，各方面的。所以我们回来看这里，他的直觉是对的，这个人的直觉是对，他看到你就喜欢的那个直觉，可能是他的灵魂跟能量看到了，可是他的身体跟他的原本有意识的状态是看不到的，他只觉得很喜欢，很想认识，很想知道，很想再更靠近。那这张牌说的慢慢来，其实是一种有把握的慢慢来，就是反正慢慢来了，你们就会走到了，不用那么急。而这里是说，反正都会走到，不如现在快一点走，用跳的。其实这两个讲的都没有错。那我们以时限来说，最安全的节奏就是可能2-3个月内你们会有比较好的对话，然后慢慢的接下来在4-5个月内，直到冬天可能会有一个突飞猛进的向上，这样就看他怎么做了。那我认为他旁边的能量有在催促他冲一波。冲破这个陌生，这样，我觉得都 OK 了，看他了哈。那以最近的状况来说，我觉得他会想办法频繁的出现在你面前，所以他会以一个新朋友、新的角色，慢慢的出现在你附近，但他不会每次出现都一直黏着你讲话，不会，他只是会先尽可能的出现，因为他也怕你不喜欢他，他也怕打扰你了，他也怕你觉得他太陌生了这样子，他也怕太冒昧、太冒犯这样。但从这3张牌，我觉得啦。你应该有重要的话可以对他说，他听得到，他接得住。好，在灵魂的视野跟象限来说，你的辛苦他看得到，差不多是这个角度。然后你会说看得到的人很多啊，但我觉得这个深层的角度比较像是他会比你感受到你的辛苦之前，他就已经看到了。他甚至会比你太早就提醒你，或是安慰你说你太辛苦了，你会被叫醒说原来我这么辛苦的这种看到。
这个是你们的能量内在的连结啦，那个是后面才会发现的。但现在先讲，就表示说这个人很值得出现在你的生命里、生活里，可以观察一下他的出现，好，期待一下。好，那这就是3号牌的朋友哈，这组我只能说很特别，要期待一下，连我都还蛮期待的，是因为这个人有自带好能量，跟吸引其他好能量跟上的状态，他还蛮像是一个城堡有城墙挡住，他是那个锤子撞破门的那一种好能量，这种突破性的能量的人，哦，很值得依靠、信赖的，很不错的好能量的靠近。因为从这边看下来，其实蛮多阻碍的，但是好像都变成小问题。好，然后直到翻到这里的时候，发现某种能量的强大，或是品质不错、很好的品质在这里出现。好啦，那就这样，3号牌的朋友，那我们一起乐观期待吧。好，那谢谢你来听哦，祝福你们。